食道癌前期有什么症状？如何预防？医生说，做好4件事。食管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消化道恶性肿瘤，其恶性程度也比较高。中晚期食管癌患者不仅生存时间短，而且生活质量还非常的差。所以对于食管癌，如果能做到早发现、早治疗，对于改善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都有明显的帮助。那么食管癌早期会有症状吗？如何才能及时发现食管癌？作为正常人又应该如何预防食管癌？医生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食管癌的相关知识。食管癌前期都有哪些症状？其实研究数据显示，很多食管癌患者在早期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症状，或者说即便是有症状，大部分人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所以很多食管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。其实，在食管癌早期，部分患者也是有一些症状的，其中比较常见的症状，就是在吃比较硬的食物时，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不舒服。这种不舒服可能是胸骨后面的烧灼感，也可能是针刺样或者牵拉样的疼痛，也有的人可能是吞硬食物时的哽咽感。总的来说，上面这些感觉往往都是短暂性的，在吃粗硬东西的时候比较明显，而在吃比较软的食物或者流食的时候，往往又没有任何症状。而如果一个人出现了比较明显或者持续性的进行性吞咽困难，那么往往提示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。什么是进行性吞咽困难呢？就是患者可能最开始只是吃比较硬的食物时吞咽困难，随后吃软的食物或者流食的时候也开始出现吞咽困难，到最后就连喝水或者吞口水都很麻烦，而且这种症状持续存在。这说明病灶已经长到比较大，造成了食管管腔的狭窄，从而出现上述症状。而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往往也会让患者逐渐食欲下降、消瘦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很差。另外，如果病灶侵犯了周围的一些结构，还可以引起牵拉性的胸背部疼痛、声音嘶哑等。所以总结起来说，对于食管癌早期，想要通过症状来诊断，一般都是不太靠谱的。想要了解有无早期食管癌，最好还是要结合其他的一些辅助检查方法。如何及时发现有无食管癌？想要了解有无早期食管癌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借助辅助检查方法。而在各种辅助检查方法中，胃镜检查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。胃镜检查就是医生将一根细的管子通过口腔、喉咙插入食管内进行检查，它能够非常直观地显示食管黏膜的情况。如果有早期病变，内镜也能非常清晰地显示，甚至可以看到病灶侵犯黏膜的范围。同时，胃镜检查还可以将病变部位的细胞或者组织取出来，并在显微镜下面观察是否存在癌细胞，得到最为金标准的诊断。所以，胃镜检查可以说是筛查早期食管癌不可替代的一种检查方法。当然，除了胃镜检查，食管造影也可以作为辅助筛查手段。食管钡餐造影检查通过观察食管的充盈相和黏膜相，能够比较好的显示食管壁有无充盈缺损。早期的食管癌在造影的时候，
一般会有食管黏膜紊乱、粗糙甚至中断的一个改变。当然，如果是特别早期的食管癌，可能仅仅表现为局部食管壁的僵硬。另外，相对于胃镜检查来说，食管钡餐造影检查它属于一项无创性的检查，操作起来也更加的方便。所以，作为筛查食管癌，它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项检查。作为正常人，我们如何有效预防食管癌？大量的研究表现，食管癌患病率如此之高，其实很多程度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相关，特别是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。所以在这里，医生给大家几点预防食管癌的建议。首先就是要少吃过烫、腌制、发霉的食物。对于太过于烫的食物，进而食管后，是很容易引起食管黏膜上皮的烫伤。如果经常都让食管黏膜处于烫伤状态，那么黏膜上皮很容易发生破损、溃烂、出血等。这样长此以往，食管黏膜反复损伤，是很容易导致癌变的。所以医生在这里建议，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量一量再吃，尽量细嚼慢咽。另外，对于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香肠、腌菜等，大家也要注意减少摄入。这一类食物盐含量特别高，里面存在一些潜在的致癌物质，如果经常吃，是会明显增加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病率的。当然，发霉食物里面由于含有黄曲霉素等致癌物质，所以也一定要尽量避免摄入。其次，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不能吃的食物，而对于可以多吃的食物，首当其冲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它们不仅不会破坏食管黏膜，反而还会对食管黏膜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多摄入。再次，大家一定要戒烟，少喝酒。吸烟是百害而无一利，它对于我们口腔、咽喉、食管、胃都是有损伤的，也能增加这些部位组织的癌变几率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远离。而对于酒来说，一定要少喝，因为如果你经常大量喝酒，酒精也容易引起食管黏膜损伤，时间长了之后，增加癌变的几率。最后，要积极治疗食管慢性疾病。如果存在一些食管慢性疾病，大家一定要积极治疗，因为如果长期不治疗，一些慢性食管疾病也是可能诱发食管癌的发生，比如反流性食管炎。积极治疗非常重要，如果不治疗，长期的炎症刺激会导致食管壁受到损伤，从而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。对于食管癌来说，如果你想要仅仅通过症状就发现早期食管癌，一般都是不靠谱的。如果存在一些不舒服的症状，一定要及时进行相关的检查，以筛查是否存在食管癌。另外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希望大家也要积极做好预防，从而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，远离食管癌。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多吃水果和蔬菜是健康的基础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，在饮食中加入之前，建议征询医生的意见，以确保其与您可能服用的任何药物兼容。本片纯属教育及知识传播性质，目的在于帮助大家了解学校没教的事物，但资讯并不一定100%正确，内容仅供参考。
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，要记下来或分享给你的亲人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频道见。